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重生了，重生在我当舔狗的娃宗上。上辈子我被害死，冤魂不散，眼看着前夫和新欢结婚，9岁逆子啊，不是继子，乖巧地喊他妈妈，气得我棺材板咔咔响。这辈子我决定摆烂，我不再跪舔秦家父子，宣布自己将要离婚，然后把给继子的礼物转送其他小孩子。没想到却意外爆火，继子红着眼，这些是我的，你只可以疼我一个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不过是用计爬上我爸床的狐狸精，居然敢设计我，别靠近我，离我远点。9岁的秦风，身材颀长，稚嫩的眉宇透着淡淡的不耐烦，整体可以看出他那霸总爸爸的身影，帅气惹火。3天前我重生了，上辈子为了嫁给霸总秦廷江，我天天在他面前转悠，做天做地，只为引起他注意。后来更是在他喝醉后，趁机睡了他，从此成了豪门阔太。相比之下，秦廷江后来的新欢安冉冉是个事业咖，眼里只有事业事业事业。在工作中，安冉冉和秦廷江干柴烈火，一点就着。继子秦风也一口一个妈，喊得我黑化，明明我才是你后妈。由于我不停地搞事情，因爱生恨，逐渐失去自我，安冉冉利用了这点，设计陷害我。秦廷江没过多久把我踹了，我在牢里不断反思，然后就把自己气嗝屁了。我嘎了之后，前夫和新欢事业风生水起，爱情一帆风顺，3年抱俩。重生后，我心里压抑不住的暴风在怒吼：离婚，离婚！老娘恨不得现在就要跟秦廷江划清界限。可是秦廷江出国了，要1个月才回来。1个月后，节目也结束了。没错，为了讨好霸总，立慈母人设，我带着9岁的秦风来参加《妈妈去哪儿了》。这节目是我强迫秦风来的，霸总同意了。秦风恨我恨得牙痒痒，一路上都在跟我作对。如今我也是吞噬一样难受。节目已经开始录制了，临时退出得赔钱。要我赔钱，那还不如吞下这口屎。反正不想玩了，那就摆烂。秦风这小子比他爸的脾气还差，整天眼睛长在头顶上，我跟他说话爱答不理。上辈子我跟舔狗一样，围在他身边转，想着攻略秦廷江之前，先拿下自己队友。我行李里面有3/4是装他的零食、游戏机和准备好的生日礼物，一路上给他擦汗，给他递水，担心他热，担心他冷。如果他一直这样臭脾气，我认。偏偏后面他对着安冉冉，那叫一个乖巧小奶狗。安冉冉说什么，他就信什么。最后他还撮合安冉冉和秦廷江。我努力这么久，攻略秦廷江，给秦风做牛做马，结果被秦风这吃里扒外的偷家了。一想到这里，我就来气。这是你说的，大家井水不犯河水，别来沾边。我拖着1箱子的零食，打开刚才挑选的房间，秦风脸都气绿了，因为这还真的是我设计的。谁让我之前是真的不要脸？我从小长得就好看，在幼儿园开始就有一众追求者，到了电影学院依然美得出类拔萃。可偏偏看上秦廷江这个瓜娃子，他越不爱我，我就越觉得他好帅，我好爱。全靠自我攻略，生生爱上秦廷江。为了攻略秦廷江，我不务正业，经常放经纪人鸽子，接下的角色台词没背，用数字代替，犯下众怒，圈里圈外口碑一塌糊涂。这次来参加《妈妈去哪儿》也是为了跟秦风培养感情，但节目还没开始录制，
我就被抵制了。第2章，妈妈去哪儿？这个节目还因为嘉宾是我，开始就不被网友看好。天哪，怎么还有人敢用软绵绵呢？在大半夜把助理赶出去的是他吧？有毛病啊！大冷天，零下24度，谋杀呀！幸好有好心人收留，我不管，反正这个节目有软绵绵，我就不看。好在导演出面帮我澄清，把助理赶出去的不是我，而是另有其人。这件冤枉了我大半年的新闻才作罢。网友还是不喜欢我，一度让我退组，但导演秉持着黑红也是红，执意要把热度炒高。我把行李收拾好，拿出行李箱的游戏机，这本来也是给秦风准备的。我在组装游戏机，秦风冷冷一笑，像是笃定我不会弄一样。谁在谁面前班门弄斧还不一定。我从小对组装有天赋，不一会儿就开始在大屏幕电视前玩起游戏。我没去看秦风的脸色，但他一定比吃屎还难受。这是他最喜欢的一款游戏最新版，我托一个朋友从国外带回来。秦庭江一向不准他玩游戏，不会给他买，只有我会偷偷给他买这些。弹幕：啊呀，这心机女人！秦风在采访的时候就说了他喜欢玩《荒野逃生》这个游戏，他故意的吧，想要引起小孩的注意。各位有这想象力，怎么不去投稿呢？这是我的。秦风一屁股把我挤开，抢走了我的游戏遥控。这个《荒野逃生》最新版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，秦风笃定我会用这个收买他，根本不担心有人会跟他抢。我说给你了吗？你拿别人东西的时候，要不要问问对方给不给你？我很淡定地把问题抛过去。秦风脸皮薄，被我这么一激，不淡定了。有意思，以后你求着我要，我都不会要。秦风丢下遥控，高傲地冷哼一声，果然是被宠坏了，还以为我会像以前一样变着法子去求他接受礼物。我自顾自地打起游戏，眼角余光瞟到秦风的脸，五颜六色的，跟个调料盘似的。见我那么久没哄他，他急了。秦风，软绵绵，你说话不算话，你说游戏机是买给我的，自己却玩了起来。我一点也没移开眼睛，漫不经心回他，那又怎样？你不是说不要了吗？就你这种连小孩都欺负的，还想要追到我吧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秦风已经从耳根子红到脖子，理论上你现在就得叫我妈。我继续玩游戏，秦风气得不轻，想做我妈？你算老几？别吵了，既然你这么不喜欢我，那节目结束后我就跟你爸离婚。秦风，我吵？不对，你要跟我爸离婚？哈哈，你别又说话不算话，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我爸。我追秦庭江的时候，天天跑秦家给他们父子做饭，明明赶通告，也要先去帮秦庭江去公司拿资料，半路脚崴了，一瘸一拐拿资料回去，秦庭江一句话没说，就把我关在书房外。秦庭江生病，经纪人扬言剧组要换人，我依然留下来照顾他。经纪人上门来找，秦庭江只说了一句以后别来了，可是我忙完了，依然坚挺地继续纠缠秦庭江。每次被秦庭江拒绝的时候，秦风都得意洋洋地赶我走。秦风笃定我这次会拦着他，谁知道我把手机直接递到他面前，我用我的手机，要不然你爸不信。第3章，秦风明显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暂时得了失语症。弹幕：有病吧？这个女人是在 CPU 我们的秦风小宝贝吗？就是啊，当着孩子面前说离婚，简直不是人。万一落下心理病了怎么办？秦风小宝贝才9岁，她是后妈，继子过得越不好，后妈越开心。
后妈心思可歹毒了。这时门口传来敲门声，我没动，秦风也没动，直到安冉冉娇滴滴的声音传来，秦风才屁颠屁颠过去开的。秦风对一个外人比对我都有礼貌，严格算起来，安冉冉也不是外人，她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之一，也是今年大热的娱乐圈小花，长相甜美又有气质，连声音都带着撒娇的甜味，被评为宅男杀手。安冉冉背了一个大背包，从里面拿出一个游戏光碟。小秦风，我记得你喜欢荒野逃生的游戏吧？这是我托朋友买的最新版，送给你了，只是你一个小孩有哦，别告诉他们。安冉冉调皮地眨了眨眼睛。秦风拿了他的礼物，让他进来房间。上辈子我把他赶出去了。1周前，安冉冉签约了秦庭江的娱乐公司，还是秦庭江亲自面试的。秦庭江还把最好的金牌经纪人安排给安冉冉，跟他吃烛光晚餐。安冉冉扭伤脚，秦庭江还送他去医院。可我呢？我都没有享受到秦庭江的温柔，就像草履虫一样低到尘埃里。对秦庭江来说，我什么也不是，秦风也看不起我。我本来对安冉冉就是十分妒忌，再加上秦风又听他的话，我就更生气了。我把他送给秦风的游戏光碟掰碎，扔进垃圾桶里。秦风跟我发脾气，骂我是疯女人，我让他跟我道歉。秦风不仅没道歉，还说我没有资格。他知道我在意安冉冉，故意说我连安冉冉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，这彻底惹火我。我拿东西打他，事情闹得很大，导演都出面了。之后我在网上的名声更臭了，但现在不一样，老娘重生了。安冉冉走进来，诧异地瞪大无辜的双眼。我不知道，绵绵你买了，自作主张了一次，挺不好意思的。我眼睛没有离开游戏，这是我给自己买的。这样啊，我来是想请秦风去我房间教我玩这个游戏，可以吗？安冉冉拉着秦风的手，两人更像是母子。秦风一副你不买给我，也会有别人给我买的傲娇神情。秦风从来不尊重我，跟我说话总是一脸不耐烦。在安冉冉面前，他体贴得像个小暖男。弹幕：早点离婚吧。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他明显就喜欢安冉冉多一点。就是啊，后妈也是妈，怎么可以不疼孩子？冉冉一个主持人都心疼孩子，就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。真不知道节目组请他来干什么。我们一起抵制软绵绵，不小心瞄到这些弹幕，我真的生气了。我疼孩子的时候，你们看见了，不是说我在跪舔吗？说我在装模作样，扮好人，立圣母形象。可为什么安冉冉做着和我一样的事情，你们都在夸她道德？一群三观不正的人管我要道德，你们才连基本道德底线都没有了。我看到安冉冉眼里的得意，丝毫不在意。你问秦风，我没意见。第4章，从房间里出去后，我拿着手机到处拍大自然的景色，还跟这里的奶奶聊天。在工作人员的电话催促下，跟乡亲们道别，还拿回了一些特产糖饼。等我再推开门，安冉冉已经不在房间了，只剩下秦风一个人。上辈子我打完秦风，被导演警告，安冉冉就带秦风去他的房间了。这次我这么配合，怎么秦风还在房间里，没去跟他的新后妈母子情深了？秦风不说一句话，一双眼睛恶狠狠地看着我。我把相亲给的糖饼递给他，吃吗？秦风扭过头，一副别想用这种廉价的食物哄我的高傲表情。我索性也不管他，准备找衣服去洗漱。见我不理他，秦风着急开口：“你把我一个人丢在房间里，就没有一个解释吗？
这小家伙吼完，眼尾都红了，遭了多大委屈一样。我刚要开口，就被打断。最新版的《荒野求生》2个人可以玩的，你明明就是买给我的，为什么不肯给我，也不让我玩，还把我一个人丢下？安冉冉送他游戏机的时候，小模样不是挺得意，现在就全是我错了。不等我开口，他气鼓鼓地跑去洗手间，砰的一声把门关上，留下我一个人，风中凌乱。短短1个下午，这小家伙经历了什么人生挫折，会有如此大的转变？角落里的摄像头提醒我了，我连忙打开直播回放，镜头里的安冉冉蹲下来，俨然一副知心姐姐的模样，要带秦风去她的房间。上辈子，安冉冉用她的善良贴心，反衬出我的恶毒不堪，把秦家父子牢牢套住。现在我主动退出，安冉冉应该更加顺利才对。可视频里的秦风拒绝了安冉冉的要求，态度也不像我以为的那么亲密，言行举止透着疏离陌生。秦风说：“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是我爸妈有教过，不能随便要别人的礼物，而且这个游戏我妈妈买了。”安冉冉很是尴尬，她适应不了秦风的转变。我也不是别人啊，我是你爸爸公司的艺人，我们还见过呢。秦风最厌恶这种套近乎的，小脸一皱，很遗憾告诉你，我还小，不参与我爸公司的决策，你讨好我没用，想要发展顺利，还得靠自己。还有你买了游戏不会玩，就去网上找攻略，找我一个小孩，不觉得很丢人吗？再然后镜头就切掉了。大概是导演组考虑到安冉冉的人气，怕节目遭网暴，真有意思。我被网暴的时候，他们就想着利用这个热度，可到了安冉冉这里，几乎都在保护她。不过秦风的态度让我心中的郁结散了不少。只是我很奇怪，秦风转变的原因是什么？我敲响了洗手间的门，3次秦风才顶着傲娇小脸走出来，大有一副我哄不好了的架势。玩不玩游戏？这关很难过，我过不了。我主动递给了小孩台阶，秦风傲娇地哼了声，难掩小窃喜地接过游戏遥控。不会玩就别装懂，不是不会玩吗？还不坐过来看我怎么玩？你跟着我，不然等下又嘎了。我拿着遥控跟着他一起玩，不得不说，他在游戏上是很有天赋的。玩到一半，秦风忽然问：“你怎么突然想要跟我爸离婚了？”我眼睛没有移开屏幕，没感情了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爸这么难搞，终究还是性格不合呀。你说的对，我就不该上赶着倒贴。你讨厌我也正常。秦风放下遥控，着急反驳：“你胡说，我什么时候说讨厌你？”第5章，秦风气得脸颊扑扑的，好像真的我冤枉了一样。你忘记早上骂我什么了？我提醒一下他。秦风急得眼都红了。我根本就不想来参加这个游戏，你逼我过来，我能不生气吗？再说，我是看不惯你老是低声下气的样子，换作是我，早就甩了我爸。我饶有兴趣的等他说下去。秦风知道自己说下去会坏事，没有继续说，话锋一转，又来指责我的不是。你能不能有点自己的生活？每天黏着我和我爸，有意思吗？照这样下去，我爸迟早会腻的。我就是看不惯你无私奉献的样子，愚蠢。虽然秦风态度依旧恶劣，依旧高傲，可是我却能从中咂摸出恨铁不成钢的味道出来。可惜太晚了，如果上辈子我能知道秦风的态度，也不至于做错那么多的错事。我揉了揉秦风的脑袋，是我让你失望了。秦风别扭地甩开我的手，声音硬邦邦，搞笑。我从来没有对你有希望，我只是觉得你比其他人好一丢丢。如果是因为我的原因，那你不用和我爸离婚了。
我重新拿起游戏遥控，随口道：“我离婚跟你没关系，你还小，不懂大人的事情，就好像我强迫你来参加节目，你会生气一样。我强迫你爸结婚，你爸也会生气的。”秦风一愣，眉眼很不甘心，可是又不知道说什么。大人的感情他不懂，热情不是永动机，只靠单方面的付出，迟早有一天会疲倦。我才不想跟上辈子一样，下场落得那么惨。节目组的评论区又开始不甘寂寞了。阮绵绵的手段也太卑劣了吧，还用以退为进刁难一个9岁的孩子。秦风哪里知道这些，看吧，就上当了。我怎么感觉阮绵绵是来真的？早上安冉冉的行为就不应该好吧？哪有人介入别人家事的？而且你不觉得他说话很茶吗？这就茶，你白莲花吧？明明就是秦风被惯坏了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他们这对母子烂到一起了。天哪！现在还有人网暴一个9岁孩子，孩子就是直接，没有我们大人委婉。可是他哪一点说错了？孩子三观都比你正，居然能看到维护我的留言，真是欣慰。我和秦风熬夜玩游戏，在凌晨的时候熬不住跑去睡觉了。早上秦风喊我起床，没喊动，我把被子一盖，谁来都不爱。迷迷糊糊中，好像秦风又推了我，眼皮跟灌了铅似的，睁都睁不开。等我完全清醒，已经是中午11点了。其他小孩的妈妈都把午餐给做好了，餐桌上全是好吃的。昨天被秦风羞辱了一次，安冉冉也不敢跟秦风坐得太近。秦风给我端了一碗小馄饨，我十分诧异。其他妈妈都在夸秦风很棒，他们的孩子都只会玩，他都会给妈妈做饭了。我坐在椅子上，庄重肃穆地盯着那碗馄饨，能吃吗？这是人吃的吗？秦风该不会是想要油死我吧？秦风傲娇地瞥了我一眼，像是在等我的评价，不想打击秦风。我端起那碗人间尤物，9岁孩子做的破烂馄饨，一点期待都没有。怎么样？秦风还挺自豪。我非常友好地给他分享了一勺子。来吧，有难同当。评论区又炸了，神 TM 的有难同当一定很难吃，谁来说说是什么情况？我没来得及看回放，秦风放了一勺沉甸甸的盐，2勺大豆油，笑死我了！这是什么人间灾难？阮绵绵的带娃方式就是在演我的日常，我也是什么都不会，养的2个儿子18般武艺，羡慕死我了。我就是在家里做牛做马，结果孩子和老公都把这个当成理所当然，真想罢工不干了。MD， 随着我和秦风的热度慢慢上来，直播间的人数也多了起来。下午，导播派发了新的任务，秦风给安冉冉当1天的主持人实习生，我跟另一个主持人去菜市场买菜，今晚所有人吃的饭菜我一个人负责，算是我赖床的惩罚。安冉冉眼角眉梢都是得意的神色，太太团捧腹大笑，导演组也见笑嘻嘻，他们都准备看我笑话。第6章，我是来摆烂的，可不是给你们当猴耍的。主持人来找我时，我凭着演技天赋让他相信我真的痛得不能自理，重活一世。我不会再傻乎乎的跳进去别人的坑，他们去外面辛苦劳作，我大被一盖，镜头里只能看到大床上隆起一个人影，但我在做什么，谁也不知道。1个半小时后，我的被子被掀开，阳光铺天盖地，我在玩游戏，被秦风抓了个现行。秦风皱眉，一点也没有被骗的愤怒。我还以为你真的肚子痛，原来躲在这里玩游戏，这明显就是节目组的坑，我才不踩。我蠕动着爬起来，看到秦风手里拿着保温壶，秦风小脸微微红润，
但表情一如既往的傲娇。这个是我拜托工作人员给你煮的粥，不过你应该不需要。我连忙抢过手，打开，粥香扑鼻。秦风冷哼一声，还以为你真的蠢到去执行任务。我看到安冉冉去找导演了，他读编导出身的，知道观众想看什么，知道导演想要的效果是什么，顺便来个假公济私。但是抱歉，姑奶奶不配合。秦风应该不知道安冉冉的这些嘴脸，我也不打算参与进去，要不然结局又跟上辈子一样。评论区这次发言友好许多。节目组之前没说惩罚这事儿好吧，临时说惩罚，这不是违反规则是什么？你们黑子能不能带点脑子，不要那么智力低下呀？秦风年纪小小就是个大暖男，还给妈妈带礼物。之前谁说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？这不是爱是什么？就是你们还要黑吗？继续黑呀！我很支持软绵绵这种带娃方式，凭什么惯着孩子啊？都是人。最近的秦风的确是听话很多，也是上辈子我所奢求的。我们一起在房间里摆烂，他还给我去泡泡面，我们一起喝汽水，吃雪糕，玩游戏时，秦风心不在焉地问了句：你可以不跟我爸爸离婚吗？我竟然心软了，但是我不断给自己洗脑，让自己不要重蹈覆辙，狠心拒绝了秦风。秦风，我这个不是一时冲动下的决定，虽然我们做不成母子，可是我们可以做朋友啊。离婚之后，我们依然可以像现在这样一起玩游戏，一起吃东西。秦风一再被拒绝，自尊心也上来了，冷哼一声：谁要跟你做朋友？我没有朋友吗？哦，你是说你们班班长吗？我可看到你偷偷拍人家女孩子的照片了。秦风红着耳朵怒吼：都说了，那是老师要用的 PPT 照片，我真是有自虐倾向，居然觉得怒吼中的秦风顺眼很多。这种感觉对了。过了几天，我的直播间被人举报，说是违规买粉，要封了1个月，但仅仅过了半个小时就解封了。我喝着秦风递过来的水，这导演还真的挺厉害的。上次我被爆黑料，这次直播间又被封。秦风不以为然，怎么可能是导演？这种做事效率明显就是我。算了，我有一个问题问你，是不是离婚了，你就会疼其他小孩？我揉了揉他的脑袋，没说话。祝导让我们下期节目请一个新的嘉宾，我打算随便拉个壮丁，也就是我们班长，人高马大，还能分摊农活。秦风卷起裤腿，学着大叔弯腰的模样，在田里插秧，而我跟奶奶在树下乘凉，一起吃着糖饼。奶奶一直在夸秦风懂事，我附和，吃糖饼的动作没停。完成任务后，秦风小脸累得通红，吭哧吭哧地跑上来，我给他擦汗，让他喝水。忽然，我的耳朵炸了。秦风指着一旁奶奶的孙子：你把我的可乐和零食给他了，那样子好像遭受了多大的背叛和委屈，眼眶都红了。礼尚往来，人家奶奶给了。不等我说完，秦风抡起拳头，失态地跟那孩子扭打在一起。我们好不容易才分开2人，小孩哇哇大哭，可乐瓶扁了，零食和糖饼碎了，秦风还攥在手里，眼眶泛红。这些都是我的，你说过只疼我一个，不可以把我的东西给其他人。第7章，秦风的反应太大，而且还受伤了。我跟奶奶道歉后，就带他去处理伤口，他一言不发，我也没有指责他。导演也怕平台被封，及时掐了那段。这个插曲之后，秦风跟我闹别扭，不跟我说话。他自尊心特别强，大概觉得自己冲动了，有失他秦小少爷的身份。很快，新一期的节目也到了。
但班长的电话从昨天开始就没打通。不是吧？现在才来打不通电话？我把消息发到班群里问，但是没有一个吭声。服气了，马上轮到我上台，是我和秦风的真心话环节。我早就写好稿子，抄在手心里，准备照着念。但在秦风要求要先说，我心头一跳，感觉他又要搞事情。秦风今天打扮得像个成熟的小大人，他握着麦克风，软绵绵。有件事我没有告诉你，其实我不是爸爸的亲生儿子，爸爸其实是我的叔叔。我一出生，父母就车祸身亡，叔叔就把我当成他的亲生儿子。一直以来，我都很羡慕别人有妈妈。我初见你那会儿，的确是看不起你，觉得你看重的是叔叔的钱。可是后来，我又觉得你不争气。后来你去的次数多了，我一看到你就烦。我不自在地动了动脖子，倒也不必这么实诚。秦风面色不改。这几天，我想明白了，我那是在吃叔叔的醋。你对叔叔比对我还好，你对我好，是因为想要追叔叔。我就是工具人。我被口水呛住了，不停地咳嗽。工具人，他是从哪里学来的？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偷偷看评论了？可是秦风接下来的话更加让我想挖地洞跑掉。既然你跟叔叔没可能了，就等我长大，长大后我一定娶你，就算要我放弃秦家的继承权。这时灯光咔嚓一声忽然变暗，只留下一束照在长长的花露 T 台，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徐徐走来，聚光灯打在他身上，仿佛整个世界里面只有他一个人。秦庭江一出场，评论区一度崩溃。好帅呀！怎么有这么帅的人？和秘书1分钟，我要这个男人的信息。超模来了都得靠边，这张脸，这身材，不进娱乐圈真是暴殄天物啊！他是谁呀？是谁请来的助阵嘉宾啊？我和秦风看了看彼此，秦风抿着嘴，我给他一个祈祷的眼神。爸爸！秦风生硬喊了声，还没从刚才的情绪走出去。秦庭江晃了晃手机，听说你想要离婚，早就让你别那么嚣张，现在老婆没了，开心了。秦风语气里还有些怨怼，但秦庭江只看我，我只好动了动脖子。我知道了。秦庭江淡描轻写一顿，看吧，他一点都不爱我，就算我说要离婚，他也没有要追回我的冲动。我以为这辈子不会再为秦庭江心痛，可是原来再活一世，心脏只会更痛。等节目结束，我们就离婚吧，你的家产我都不要。秦庭江不爱听这些，皱了皱眉。我什么时候答应跟你离婚？我不会离婚的。秦庭江，你脑子里在想什么？反正你又不喜欢我，这么好的机会，你居然不珍惜，就无语。秦庭江温柔地看着我的双眼，我吓得眼皮直跳，生怕他语出惊人。下一秒他说，谁说我不喜欢你？在高中见你的第一面，我就对你动心了。我就是在高中时期爱上秦庭江的。我和秦庭江不同班，他跟我班长是好朋友，经常找我班长。我看上他之后，经常缠着他辅导作业。毕业后我们碰面，我就用这个跟他套近乎，他都无视了。我以为他早忘记了。我一直知道那个人是你，这也是我决定结婚的理由。只是我没有恋爱的经验，不太会处理，不想听这些。因为还有一个更大的疑惑堵在喉咙，我几乎是脱口而出：安冉冉呢？那是谁？我不认识。安冉冉脸色煞白，用力地抓住白色裙子。秦庭江皱眉，目光冷下来。你是因为他跟我离婚？第8章，我了解秦庭江，他的确不认识安冉冉。那之前晚上的报道，他为什么不澄清，还找人压下去？
秦廷江跟助理那则新闻之后主动解释，我不会参与议员面试，这张报道脸都没看到，你怎么确定是我，不是你？你热搜撤那么快，安然然已经签到你公司里，所有行踪是不是你允许的？我忍不住吐槽，尽管我认为吐槽没有必要，可是就是忍不住对一下。上辈子我就是太憋屈了，才被这两人牵着鼻子走，都要离婚了。这些都不重要，你要跟谁传绯闻是你的自由。我顿悟了。秦廷江脸上第一次出现惊慌，随后又生出几分愤怒。我有些莫名其妙，离婚不是他乐意的吗？你以为我随便给人辅导？你以为区区一瓶红酒我就能醉？软绵绵，还是你以为我秦廷江就是那么随便的人？我一脸惊悚。你有病啊，秦廷江！你喜欢我，我追你的时候干嘛推开我？我追了你这么久，石头都捂热了，你还给我冷脸？秦廷江顿时无语，我真的气炸了。狗东西，喜欢我个屁！上辈子我一出事，转身就娶了安然然，两人一起把我送进监狱。但是上辈子的我的确是做错事。秦廷江耳朵红了，因为你说过你喜欢高冷的，太热情了，不喜欢，我就让自己高冷一些。我真的是大大的无语，一想到上辈子我就是因为这个憋屈死的，就不能原谅他。晚了，现在不论你高冷还是热情，我都不喜欢。去找你的安然然吧，气死，不想看他了。秦廷江看向台下的安然然，我今天过来，除了当绵绵的嘉宾之外，还有一件事要处理，就是解除和安然然小姐的合约。这骚操作我没懂。大屏幕的照片引起了底下的躁动，安然然面如死灰。秦廷江把安然然做过的事情全都公布在大屏幕。原来一直在网上黑我的水军是他雇的，新闻也是他一手炒作，但秦廷江势力太大，所以他发布了又撤回，留一个欲盖弥彰的悬念，又不至于查到他身上。之前我以为是导演处理的黑料和直播间解封，其实是秦廷江的手笔。一桩桩一件件，秦廷江冷着脸说完，安然然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他今晚原本想要害死我的，只是秦廷江先他一步知道计划，把上面吊牌的绳子换了新的。我一直不知道安然然竟然如此工于心计，所以上辈子的我是中了他的计谋，才会黑化。越想越气，我打了他2巴掌，是替我上辈子的自己打的。秦廷江拉起我的手，在我的手指上套大钻戒，这一次换我来追你。如果1年后你还是要离婚，我可以答应，同时给你10个亿和20%的公司股份。我现在离婚，那些婚前财产我肯定分不了多少。秦廷江给的条件很诱惑，我没办法拒绝，只能勉强答应他。节目结束后，我驯服秦家父子的新闻不胫而走，名气蹭蹭蹭的涨。秦廷江还高价签了我，我以为自己定力很强，一切为了10亿。没想到秦廷江实在是老狐狸，早就把我的爱好和习惯摸熟了。1年后，我收到了20亿，不仅没能离婚，还怀孕了。我怀疑是秦廷江搞鬼，但没有证据。但在一次严刑拷打中，秦廷江承认他的恶行，居然不择手段扎洞洞。我跟他冷战了2个月，结束了孕吐期。秦风开始在网购孩子的衣服，他想要一个妹妹，看的全是粉色衣服，家里全都堆满女孩子的玩具和衣服。秦风还觉得不够，用他9岁的小脑袋瓜子，想要跟秦廷江借钱，投资一个童话游乐场，送给他的妹妹。我忧心忡忡起来，万一这肚子里是个男孩呢？
岂不是还得再生一胎？不要啊！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